waste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画风完全不一样。我是有点紧张的，36个问题肯定都是蛮尖锐的。哇，我们2个人一起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就是蛮担心的。比起害怕，更多的是还抱有期待吧。我还是想要试一试，往更好的方向去再努力。依然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没有用上，还是觉得有救。今天目标就是别吵架，就是尽量在不发生大矛盾的情况下，咱们今天顺利和谈。和谈。昨天那个书已经太糟糕了，不能更糟糕了吧？我能不能找到自我？太糟糕了！不要做出任何决定，无条件的付出。最差也就这样了。3天前就不愉快，一直。他们分别的时候还是不欢而散的。嗨，你好呀，小豆。哇，你今天很帅耶！厉害吧？你今天真是挺好看。哎呦，来，请坐。哎呦，你小靴子挺好看的。太好了，开启了互夸模式。你很适合穿这种小旗袍啊。是吗？是的。你头上的2头揪揪是盘的吗？还是假发？盘的啊。自己头发？对啊。哦哟，厉害啊！老师厉害。哇，从头夸到尾，好黑啊！为什么黑红的呀？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呀。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要向你提出爱情36问。爱情。你严肃一点。你不严肃。你以为是有主持人是吗？其实我就是那个提问的人，他们把问题给我。这玩起来了。你想在这里搞戏啊？来，第一题，你接下来是否会永远的爱你的伴侣？他自己问的。不再乱发飙。少说点吧，一会儿话多着呢。看何美妍、梁松你好，恭喜你们即将完成这段旅程。结束之前，请面对这场最终的问答。2张白纸装订成一册脆弱的婚书，涂满浓烈鲜艳的爱恨，也浸透层层晕染的泪痕。在易燃易爆炸的 beat 中，你们是否看清对方的 punch line？ 准备好了吗？抉择前夜36问，让我们开始吧。如果用2种食物分别代表爱情与婚姻，你觉得是什么？食物来代表爱情和婚姻啊，好难哦，这个。
爱情和婚姻啊，在我想是觉得就是，我觉得爱情可能是炙热的红色的，我觉得像是西瓜，水分很足，甜度很高，时不时的有几颗籽儿会硌你的牙，但是你吃不饱，吃多了还容易得糖尿病。婚姻呢？婚姻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偏向于主食类的东西，更扎实一点，但不能是大米饭哈。为什么？为什么大米饭也甜了？我觉得大米饭就有点食之无味了，对吧？但它一定还是除了能够填饱我们每天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热量以外，还是要一个好吃的、有滋味的东西。比如说像是我给你做的炒饭，或者是老妈每天给我们下的面条。那你这两个比喻，爱情跟婚姻没什么关系啊，是吧？是，因为我觉得爱情跟婚姻一定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所以我会觉得爱情可能就是蒜，婚姻就是蒜苗。我觉得有爱情才可以有婚姻。对，先有蒜才有蒜苗。那你觉得婚姻只要有蒜就够了吗？有爱情就够了吗？但不止啊，他自己也会发展出他自己的东西啊，他又不是只有爱情，婚姻是爱情之外的生长出来的东西。婚姻是爱情里长出来的东西，也没毛病，也没毛病。对，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元素，但并不只有一个元素。当然，它是生长出来的嘛。哎，听不懂话。下一题，请告诉对方他身上哪些地方符合你对伴侣的期待。我对伴侣的择偶观就是长得帅，有一定的财务能力，然后有责任感，三观正，然后爱我、包容我，很重视家庭啊，这个也是我的期待。我说完啦。夸了一大通。我说实话，我在结婚之前根本就没有一个对伴侣的期待，我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出现了你，我觉得你很乖，不吵不闹，又听话，还有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那就是我当时对伴侣的期待。现在呢？很不乖，又吵又闹，又不听话。还没有自己的事业。你很爱宝宝，也很爱我，可能要打个引号 ，I'm not sure。现在每句都针对了现在的你。你的意思就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是符合你期待的地方。我最期待的就是和平，是和谐的家庭。当然，你身上很多优点，你年轻，你漂亮，你有才华，有很多。但是我只是说，我们两个之间要和谐、稳定的关系，这个比其他的元素都要重要的多。下一题，咽下去了。话不投机了。18天里，你曾经有对对方心动吗？是哪个瞬间？我说好冷，你说给我搂一搂，给你挡住的时候。你要加个卫衣吧，一会儿就超冷了。谢谢你。可以皮是吧？可以啊。明天早上你过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那你叫我小豆豆。小豆豆，哇，幾可愛嘅你。小豆，抱一下。太棒了，小豆豆。你看，我就说小豆豆超厉害。小豆，小豆。我都会开心，我都会心动，因为那些都是我喜欢的你对待我的方式。小女生，其实说实话啊，我的就可能简单一点啊。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就会想去找你，因为我们分房间睡了很久很久，这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其实，在见不到你的时候，我都很想你，都很心动。那我出现的时候呢？我就挺好，所以我老去找你，所以我老去问你在干嘛。
我没事，我就在目光巡视你在哪里。巡视。所以就是没有心动的时候。我已经回答了，我见不到你的时候，就是我心动的时候。确实有点儿。好吧。请说出在这段婚姻中你最心疼对方的一个瞬间，就是有好几次你吵架之后，你抱着自己的头痛哭，好几次，看到你那么痛苦，那么抓狂的状态，很心疼那个瞬间。除了心疼，还很五味杂陈，就是你说为什么你会有那样的瞬间呢？也是因为跟我吵架，但是我又不是就是想跟你吵，而是我真的有些我也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你又到了这么痛苦的瞬间，我一下子就觉得说，干嘛呢？干嘛要把你弄到那样子？他道理都懂了。事情大的时候做不到。你在怀一胎的时候，那个时候肚子那么大，特别大。有一次我在楼下跟侯磊和多比在那里做歌，我们在 freestyle， 唱得很开心的时候，我感觉你在旁边听的也很开心，然后你突然哭了，然后跑出去了，我就追出去，我说你咋了？你说我看你们唱得好厉害，我不会唱，我好难过。我不会 freestyle， 我好难过。一般人不会去因为这种东西而感觉到难过或者是痛苦的。我就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你是一个极度敏感且，包括很多时候我觉得也不自信。这个时候我其实挺心疼的。为什么我不自信你会心疼？因为你会在一个 bad mood 里面。所以你是因为我的感受，你觉得我不快乐，所以你心疼？是，就是在那个 moment， 我察觉到了，哦，你是这么的极度的敏感和极度的不自信的人的人，但我又没有办法啊，我也没办法保护你。这个逻辑，我是解决问题的人吗？光心疼解决不了，那才是难过的。而且那个时候你的肚子又那么大，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就苦上加苦。我还蛮意外的，你是这个瞬间。经历了这段婚姻，你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你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可以说是我整个跟原来的结婚前的我是完全的两个人。我之前一直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我只要自己怎么开心就怎么来。现在我得要全心全意的为了家庭孩子去奋斗，去围着他们转，至少大部分吧。你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吗？我其实觉得不好说。在我的目标中，我觉得更好的自己就是更快乐。更快乐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更有钱、更有名、更健康、更自由，和更有爱，爱情也更好。所以当时这是我选择结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没有这个东西，我需要一个两性的婚姻的关系来填补我人生中的这个拼图。但我其实也没有经营很好，也没有变得更有钱，也没有变得更有名，也没有，我可能更多的自由和健康倒是有的。爱嘛，看起来我们也没有经营好。你说变好了吗？这不是我想要的状况。其实，虽然我有变好，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标准的回答，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是有更好还是没有更好啊？你不要像主持人一样这样提问我，我说了都有两面性。我在理解你说的话。对，我觉得我得到了更多的、更好的认知，更成熟。但同时我也
不快乐了。开始了。我大概已经猜到他大概率会这样说了，没有特别意外，但是难过和沮丧还是会有的。我的人生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有爱我的老公，有3个爱我的孩子。我从一个人孤零零的独来独往，变成了有属于自己的家。我从小到大感觉就是自己独来独往的。初中以前吧，都是我爷爷接送我的，骑单车送我去学校，或者是送我到那个校车的接送点，然后再接我回来。妈妈可能晚上9点、10点才回到家，这样，所以我们没有那种交流的习惯。你今天学校怎么样啊？所以我跟他们其实心理距离是有的，就包括为什么我吵得再凶，我怎么样，我都没有想过回广州，因为我不想回去那个，我担心会有一些以前出现过的类似的对话再出现，我不想面对那个情况。我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结婚前我是很消极的一个人，但是我在你的影响下面，我看到了快乐的、阳光的人生，积极的人生。现在的我也比结婚前的我更明白了自尊、自信和独立的重要性、必要性。所以我觉得这段婚姻，我有成为更好的自己。OK， 下一题。在你为婚姻做出的所有妥协中，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就是妥协了也不甘心的意思呗，是吗？对。你看，我们这4年多，我们2个都一次次的绝望，一次次的遍体鳞伤，真的，每一次的这种打击和痛苦，真的好痛苦，根本就缓不过来，我喘不上气儿。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对未来的希望。所以这个希望你放弃了吗？没有啊。对啊，放弃了才叫妥协。对呀，它是妥协中最放不下的。OK， 那你先回答吧。已经开始懵了。你其实一直都有对我说那些非常难听、非常伤人的话，你说完了，就只是让事情自己的过去。所以那些时候，我其实心里都很受伤、很不甘心、很想找你论，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算了，我不去说了，你当做什么事没发生，我也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过去。没有啊，他没有这样啊。这是我做的妥协，但之所以放不下，是因为伤害还是在。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被尊重。我一次次装作没有事情发生，他得来的只是你的不重视，所以来到这里的后面这几天，我才会坚持的让自己维持住这个界限。我必须要等你来跟我正式的表达，不应该这样做。道歉了。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让它就这样过去。我需要得到你的重视，这就是我最放不下的妥协。感觉美妍的语文好很多哎，逻辑思维也很清楚。梁松到底哪里不重视他们？我觉得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是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如果你还是这样子，来了，我觉得他们会变成下一个你。哦呦，我的天哪！我是这么妖魔化的人吗？哎呀，完蛋了，梁松。不要先，你让我说完好吗？实在是有点我没有觉得你是妖魔化的人，实在是有点听不下去。我没有觉得你是妖魔化的人。而且人家说的是妥协，还跟孩子们长大以后怎么样？这是什么妥协啊？我放不下，就是我们就人家说的是妥协中放不下，不要讲一些没有关系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来伤害我好吗？那我不答了。
说孩子长大以后变成我这样的人是什么评价？这个我不想提。对呀，这个真的蛮伤人的。就是好看不上啊。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小，所以他们现在这么可爱，他们不会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你要去教育他们怎么样？我会有经常教育他们，你不知道。我觉得你一定会用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宝宝的一样的，就是你会总是会说他们。他就是找一切理由要说。对呀，先入为主。宝宝不会主像你这样子出言伤害我。好，那你就继续保持着这一份你放不下的固执，好吗？妥协，你不要妥协，保持住，我觉得很好。All right。所以你不认为自己做错了是吗？是。我说的话伤人，但不是我伤你。不，你说出来的话，所以是你伤我。好，以后我会学会怎么样去正确的让别人能够舒服、接纳的表达。以后我去多去看一看书，讲话，夫妻婚姻中讲话的技巧，好吗？我做这个保证。下一题。告诉对方你在婚姻中有什么未被满足的需求，必须非常诚实，说一些你平时不会跟他表达的。我希望我们两个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希望你真的尊重我，并且感恩我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感恩为家庭为你带来的东西。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一旦你有不满，或者我说的哪句话你不舒服，你就会马上跳出来攻击我。李松蔚老师在那里哭，哪怕是礼貌，我希望你对我讲一些礼貌。我希望你可以顾及我的感受，因为这个话我已经在4年中反复提及到，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进去过，在我看来。我把你的话原封的给你，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聊崩了，这就是聊崩了。所以我觉得很微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被尊重、被不平等对待、被俯视的那一方，但是我真实的感受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希望你可以把我放在平等的位置去看我。我觉得没人讲这个才是真的吧。对，去对待我。我希望你能倾听我的声音，能够打开你的心去理解我。难评。你怕我吗？我怕，你怕我为什么每次还要那样子说呢？因为我说的话总是会被你曲解，不是我要怎么样，是你怎么理解的问题。你想我怕你吗？要他怕干什么？我不想。对呀，我也不想你怕我。我好怕你。我也好怕你。太配了，太配了。我怕你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情绪就开始砰就暴怒。我跟你讲话我都谨小慎微。我们这里面没有对错，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辩的这个理论。但是你刚才对我的话，确实是我想原封不动对你说的话。好，下一题。我们不只是在回答问题的。那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你不抓这个机会，我们认真聊，以后这辈子就不会有这个机会这么认真的深入讨论这些问题。我刚刚讲的也很清楚，你直接一个反击。我没有反击啊！你看，你为什么总把反弹？你为什么总把自己放在我的对面？反弹？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我说你说的很对，我也可以把你说的话换成我自己的话再表达出来。这话讲的真好。你会觉得我是为了要反击、要反弹？但在我看来，我一直是生活中被你每次抓起来说的人。你所谓的那些我说的什么难听话，都是我被说的，我遭不住，我才会来回一两句。那雪琴老师那一次我没有怎么说你吧，没有你说半个小时吧，你不是一样出口了这样的话？我只是回答了我认为的实话而已。家庭付出是什么？就是那些事情都是老妈在做呀，实际上是。来了，
要不然以后我就要老妈回去休息了。以后就是全部你来做，我每天我就得哪儿缝着，我就是说我们家小豆的家庭付出100%，力量太伟大。所以你确实是看不见，你可以接受吗？你确实你可以接受吗？所以你确实是看不见，是吗？因为我们生活中，我觉得夫妻两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是吗？我们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我们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多的价值，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说每天揪着这你在婚姻中应该学会怎么样变成一个博士、心理医生 ，something like that。I can't， 我就是一个小学生。那么让我发挥我擅长的事情，让我发挥我的价值，你也去好好发挥你的价值。我们不要再因为彼此再去做这些支线任务而吵得不可开交了，好吗？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回到一个正常运转的轨道，像大多数的家庭一样。傻。我感受到了没有被尊重，没有被理解，我感受到了冒犯，我才会提出我的感受给你听。那些就是你所谓的我找你的毛病。那我感受到不好的感受，我不可以提吗？我希望我无视掉我自己的感受。不是，因为你总是会很敏感，你承认这个点吧？那每一件事，我提出来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我敏感吗？是，所有90%吧，我觉得。所以其实你永远没有做错，都是我在自我敏感。是这样子的，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觉得夫妻之间要有合适的三观。我觉得这个事 OK， 你也觉得这个是 OK， 那我们俩就都 OK。那我觉得不 OK， 所以我跟你提啊。但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不 OK 的事不重要，你觉得不 OK 的事不重要。为什么我觉得不 OK 是重要？凭什么？因为是你过度敏感，所以你才觉得这个是不是不 OK 的事？所以你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我敏感，都是我的问题。你就没有任何错，你就没有任何，你都说了你是小学生，小学生当然就是会有很多问题，有进步的空间啊。为什么你要仗着自己是小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啊，我就是会犯很多错。但我是在家庭中，我是创造价值的那个成年人。我没有创造价值吗？你看。你就是这样，你看，你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你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家里已经断粮几个月了，我们孩子能有学上？什么东西啊？没钱了，好，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赚到钱了，家里能有啊？能吃上饭，能吃多久呢？这跟我这个问题是最近才说的，以前你也对我跟以前的这个没有关，以前你对待我的方式没有关系啊。他的那个结没有解开。对。你为这个事情做了什么努力？意思就是他连累他了。你觉得我没有为这个事情做努力？那我帮你剪那些视频，我自己做那些视频，我发这个给我干什么？就是玩，闲的没事儿。这个我认。但我希望我们就……我帮你开那个店干嘛？反正我又不赚钱，我在里面又不赚钱，我帮你弄这前期弄那些干嘛？我费这心力干嘛？我不是在帮忙。我没有要求你做那个事。那我不是在帮忙，我不是在付出吗？我是在干嘛？我说实话，我不是在帮这个家庭。我说实话，小豆，那个店你真的没有帮到正忙上面。没有吗？人员的管理全是我，发工资全是我，每个日收支都是我，海报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后台管理全是我，我们的数据还有对接酒商、拿证、那个社保对接、税务对接，全都是我。这些事儿都很麻烦的，不容易的，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是。这些其实叫店长做就可以了，你可以不用做到。有店长，我承认你做了，但我没觉得你做得好。但是我做了，是不是？我没有真的没有觉得。我没有觉得我做得好。好吧，好吧，好吧，这个又显得我，哎呦，妈呀！他是觉得没做好。哎呀，我只看结果了。如果是我们做生意，我们只看结果了。对，那就看结果。我刚才说我做的这些事情里面，哪一件事我是你说的帮倒忙的？
就是说白了，我们这个店本来从一开始到你接管了2个月，不是我接管了2个月，那2个月我只是在帮你执行，我从来没有做过主脑。请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说的做的事情里面哪一件事是你说的帮到吗？我估计是不是不挣钱啊？你想的那些活动、那些东西就。活动是你说我们还是办1个月的活动，所以我去做了，因为你没给我方向，你给我方向的东西，我帮你去落地执行。他做的不成功，但是是你让做，我去做了。好，说不赢。不，你认真说，就事论事。我刚才说的，除了海报这件事情，活动你不认可好，其他那些事情哪一件事是你说的做的拖后腿的？帮倒忙的。好，我对我刚刚说的话抱歉。啊？什么呀？你确实做了这些事情，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在这个店里面的付出，是我的问题。以后我会多看看，仔细看，仔细去表达。Sorry。下一题。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你好，有没有毯子？很冷。谢谢。下一题。假如没有他人的帮助，你们2个人将如何运转你们的家庭？我觉得应该要试试。我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每天早上必须得8点钟起来送2个孩子上学，然后回来先把家里收拾收拾，把衣服该洗的洗，该沾沾，该吸尘吸尘，拖地，然后看你什么时候起来，你起来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4点钟去接2个孩子放学，回来陪他们玩一会儿，肯定就要准备做晚饭了。晚饭可以2个人商量，谁有空谁做，对不对？到晚上洗澡哄睡觉，睡着了以后可以有一些2个人的时光。然后你的重心呢，肯定还是在工作上。我的自己的工作时间可能就是宝宝上学的那段时间我去做，然后宝宝睡觉以后的那段时间有可能有精力去做。我们2个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2个是无法运转家庭的，在我看来。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觉得运转是可以运转的，只是说我需要完全的投入在家庭里面，放掉自己的东西，直到6可能也一起上幼儿园。你笑什么？我在笑，就现在也不用做这些，你也没有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我那些歌是怎么弄的？你的短视频和我的短视频是凭空出现的？他就不认可他们。是。不是，我是觉得你现在都本来就是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你都不做这件事。当你每天要这 focus 孩子上，你还真的很想这个事情。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对吧？你看我用词很恰当啊。那你觉得我做不到？哦，我觉得我做得到。那就加油了，那就好了。你为什么非要给我扣一个帽子？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答一个在问题之外的东西来质疑我呢？
这一个质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还是说对两个人关系有什么帮助？别怼了，好好答题嘛，怼什么怼啊？这不是答题的过程中你在怼我吗？不是你在怼我吗？我觉得你不真诚、不真实，好吗？我很真实，我觉得我做得到。我觉得你做不到喽。我说我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是在答题吗？为什么我是怼你呢？你看，你刚刚觉得我不真诚，这句话跟觉得我撒谎不就是一个意思了？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两个人是无法运转我们现在的家庭，好吗？我觉得我的能力可以啊。那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去让老妈放假了。你看，他问题就是在这儿。可以啊，试试嘛。对啊，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可以，你就马上就一定要把我逼的那样子吗？没必要吧？什么意思？不是啊，我们试一试嘛。你觉得你可以，觉得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看我可以，然后就真的要这样做呢？现在有人帮助不是很好吗？当然我们要尝试一下呀。你不敢吗？那试一下呀。对呀，我敢啊，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尝试一下，让老妈休息一下不好吗？你要老妈就24小时，一个月一整年，天天就啥也不干。如果你说我让老妈去放下假，让她休息休息，有什么？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让她去放个假嘛。没问题啊，但是你刚刚说的说法不是说让老妈放假，你一开始说的说法是，你来证明一下看咯，你撒谎精，你能做到吗？他没说这个呀。对呀。哦，你说是就是。你心里好恶毒。你说是就是好，我恶毒。你说我不真诚，那跟说我撒谎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你说的对。我很委屈啊，然后我觉得说你作为我最亲密的人，你竟然这么不信任我，觉得他很不了解我，很失望。下一题嘛，答完了。你因为你觉得我做不到，是因为你认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底层体现出来其实就是你对我的不认可，你觉得我不行，你认同吗？我是觉得你说的很离谱，你知道吗？你那个真的太离谱了。我觉得他也不敢接下这个任务。什么？这我就觉得有点好笑，是说实话，我听起来就觉得。我刚刚说的，假如我们两个人运转我们家庭的方式，哪一句话好笑？你说你在早上怎么着，我今天就8点钟起来了，等到中午，然后怎么着，还给我做饭，还怎么着？我没有说给你做饭，我说的是等我一起吃饭，还是什么的。哎呦，好笑在哪里呢？你可以展开说说吗？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很简单啊。我们因为是假如啊，所以你当然没见过。是在想象两个人运转一个家庭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已经怎么做。假如你没见过很正常啊，所以好像在哪呢？所以这个假如就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想要让它发生。好吗？别咄咄逼人了呗。我没有咄咄逼人，我需要，我们这就是一个。I'm sorry。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不需要你的道歉。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面对面真诚讨论的机会，所以我想问你，所以你刚刚那样指责我，那样你觉得好笑，是不是因为你从内心里就是看不起我？我的天哪！你不要把这个东西上升到看得起或者看不起，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生活中比较懒惰的人。所以是你觉得你认为我很懒惰，你认为我不努力，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没有说看不起呀。哇，好会偷坏概念。你下午3点多以后才会起床在床上躺着玩手机，玩到4点钟，起来洗漱刷牙，宝宝下学接回来的时候，老妈甚至都晚饭都做好了，有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过来，然后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吃完饭碗往那儿一丢，然后就碗往那儿一丢，那你是怎么干的呀？然后你再接下来你又在想，哎呀，晚上你要去哪里，要去逛逛，或者是吃点什么，买个奶茶。我就说这人脑子记忆颠倒黑白。然后晚上要去看电影，你真的很喜欢把罕见案例当日常说。然后要不说老公我们去看电影，你真的很喜欢把罕见案例当日常说。听我说，那你就听我说完。我听到现在，我觉得你已经在瞎扯了。晚上回来又不睡觉，然后要躺在床上，你已经在拿罕见案例当日常说了。玩手机玩的自己累得不行。我说的这是你每天的日常。不啊，你是罕见的事情，你把所有罕见的事情集中在一天说。哪里罕见了？你不是你哪天3点钟以前起过床？我经常。好无力。
我可能有一段时间1-2个月是那样子，但是我前面也有很多时间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别聊了嘛，聊什么呢嘛？对不对？你上节目也不真诚，我很真诚。你在节目面前你觉得有摄像机，你想塑造一个你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吗？不，所以在你心里，我是一个会在这里造人设的虚假，我是一个会作假的人。是。那你真的很不认识我。话是你说的吗？话是你说的呀？你把那些罕见的事情，然后集中成我的一天日常一样。你里面的提到每一件事，我是做过。我不想吵吵了，好不好？有什么好白痴的？我不甘心，我在一个最亲密的人心里是一个这么贱的人。为什么？耗着，那就耗着。没也害怕去接这个东西，对，接了以后没有2个人爱情的部分了，就只有柴米油盐了。对，下一题吧。你溜达来溜达去，人家怎么下一题啊？你少说2句吧，好吧？少说2句吧。发现完了吗？不是发现哦。下一题。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和对方结婚吗？我会。我尊重我人生的每一个选择，我不会后悔我的每一个选择。这是什么道理啊？吃这么多苦啊，吵这么多架，你还跟我结婚？你换个人不好吗？为什么非得是我呢？你换个人不好吗？你回答你的问题再问我。你为什么？我想了解，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喜欢你啊，我现在也依然喜欢你，我也依然爱你。那如果你换一个人，不会这样子吵架的，他可以包容你。谁知道呢？为什么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好执着呀！你可以不跟我结婚啊，你不跟我结婚就不会吵那么多架，你还是那个。可是我愿意跟你结婚，我想跟你结婚。我觉得你是我愿意步入家庭、步入婚姻的人。依然到现在，如果我觉得我要真的以后绝对不会跟你结婚，如果我有这样的念想，我不会出现在这里。那我直接选择离婚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因为有孩子啊。好吧，不需要说服你，我的答案是我会。我说实话，我这几年经历太多的痛苦，我被动成长了很多。就是这一题而已。我的回答是不。为什么呢？如果有的选的话，我不想再经历这么多痛苦，我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快乐的人。所以你现在其实会有后悔的。我没有后悔，这不是回答问题吗？你别上升呀。对，这是2个不一样的问题。我没有上升，我只是我没后悔，没后悔。我会有我的理解，那我理解不确定，我是不是问你一下？你说没有就没有啊。那就别再说了。我也奇怪，我也问你的，这天天整成这个样子，你还要跟我结婚？你真好好想一想，你换个人不好吗？换谁会更好？我不知道你换个人，你哪怕你不结婚都行啊，对吧？我就是觉得跟你结婚挺好的呀，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到现在啊。为什么挺好啊？哎呀，这个不重要。哎呀，这。OK。你为什么要来说服我？你很希望我选不会吗？还是你觉得我选了会，你选了不会，你觉得难受？不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那我现在讲了，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但是我会选择不，你会生气吗？我会。我不会生气，我会难过，但是我希望你说实话，所以我没有对你的结果表示什么。I don't want it。下一题，如果没有孩子，你们的婚姻会怎么样？我们应该早就离婚。不好离的，第4个月可能就离了。真的吗？第4个月就离了。在你露出。哇！这不是在你露出，在你变成我不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离婚了。对。天哪，要命了我！这呢？
我会发现你跟我想象的中是出入很大的，我可能就会离了。好伤啊！可以这样肆无忌惮讲话吗？没必要，我觉得。我觉得他会咽下去的，就越难听越能咽。你呢？你觉得呢？不的，早就离了。是吧？应该都撑不过1年了。下一题，心凉了半截呀，脑子嗡嗡的，就是空白了。假如你们分开了，你觉得对方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会保持他现在依然的努力，做运动、做音乐、谈生意。如果孩子还在他身边的话，他依然会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只不过他会更自由、更快乐，没有烦恼，没有他所谓的痛苦，没有一个人每天逮着他说，他并不会因为失去我而觉得寂寞或是怎么样，他有的是消解的手段，他不需要一个伴侣，不需要一个给他添麻烦的伴侣，不需要一个给他制造麻烦的人，他可以随便找一个人，那个人让他开心就留下，让他不开心就让那个人滚，他有全部的自主选择权，快乐、自由、无拘无束，然后依然的保持他现在在做的努力向上，是他理想的生活。哎呀。如果你认为那个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的话，我完全可以早就跟你把婚离了。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我想要的是家里面有一个妈妈，有一个老婆。假如你们分开了，假如我们分开了，我会觉得你可能有点恼火，你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人。如果我们分开了，你肯定会带着孩子其中几个走。说实话，我就是最不愿意面对这一天，我不想要小朋友们分开。而且，你刚刚说的是你觉得的我其实我觉得我也不会怎么说呢。我蛮习惯了，已经有你在家里面的这种生活的气息。孩子们有妈妈，他们在一起。你觉得我会觉得我更开心、更自由？那其实我恰恰相反，我会觉得非常的和沮丧。一个家不成家了，冷冷清清了。我那么努力的要坚持了4年多的东西，吃了这么多的苦，结果换来了一个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很失败的，我可能会一蹶不振。说实话，他要保全家的完整性，这是他唯一支撑他的东西。我可能会从此变成一个废人。因为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我最骄傲的家没有了，我会觉得我会受很大的打击。你的家是你引以为傲的吗？是。但你不是说我们这个过程让你吃了很多苦，我是给你带来痛苦，让你怎么不好的，那你为什么还会？不要再挑刺儿了。我说的是家，不是你，你不是家的全部。Sorry。所以只要有一个家就行，但是不是这个家的另一半不是我，也依然满足你想要的。这个家就是你，所以没有办法加入，好吗？你是什么意思呢？想知道你要的是一个家的结构。你就是你，你就是这个结构，好吗？你不用说，哎呀，假如换一个什么，come on，那我也可以换一个，宝宝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宝妈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换不了的，你 just there。他其实还是想说，我接受了，对，我很委屈。Everybody stay together, then we build a family。这就是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要再说那些话了，真的听起来蛮傻的。下一题。如果可以撤回你对对方说过的一句话，你会撤回哪一句？
我会撤回前天我说的你在家庭中没有什么贡献，我撤回这句话。我撤回那句你撒谎。你在说谎，你在乱讲话。这还好吧？那个杀伤力很弱哎。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发朋友圈的话撤了。我说白了，那个实实在在的。哦，是，没想起来，我撤回我发朋友圈的那一整段朋友圈撤回，是，那是非常需要撤回的。你说我撒谎，我也无非我也就是丢点脸，无所谓的，我无所谓的。你那一个朋友圈直接给我，你不用再继续。All right, I'm sorry about that. 下一题，在你们婚姻中最想向对方道歉的一件事是什么？说一些没有向他表达过的。最想向对方道歉的一件事，那应该把朋友圈那件事情拿出来说。对啊，这不是朋友圈吗？对，再说一遍嘛。你有吗？你先说啊。没有吗？你看，你就是自己说不出来，你问我没有吗？你先说。你说不出来吗？你先说。就是以前没说过的。说过，但是没有解决。没有表达过的。并没有某一件事，说实话，因为我们每次根本说实话争吵都是因为我的表达可能哪个字你注意到有问题。哎，不要又开始转移说啊，都是因为你，不要说。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每次的争吵，我总是表达让你觉得有歧义，那是我的问题。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这个东西，争取努力的能够让你能接受。All right. 我最想跟你坐下来，不要走来走去。我难受啊。你先把站定了，我能看着你说。好，你说。你坐下来吧，你这样平视着。你坐下来呗。我难受，我坐久了，这么大年纪了，我难受，我站一会儿，你说嘛。我等你站好了，坐下来我再说。我最想跟你道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以来在跟你表达你为什么不倾听我，你为什么不去理解我，你为什么不能共情我，你为什么顾着只说你自己的。但是我昨天可能这2天我才意识到说，我也没有主动的对你表达过认真的倾听，我总是会跟你说一半就插嘴，顾着表达你应该怎么样，而没有去聆听你的感受，去表达对你的感受的共情。所以我对这件事情为你感到抱歉。我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在努力的试着认真听你把话说完，好好去理解你这些句子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因为我发的时候，我并不会说这条视频好重要 ，You gotta remember this。只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 daily 状况，尽量的去具体一点。你能听到你自己说话吗，美颜？你现在自己说话，你是一直在说他怎么，你应该怎么，你应该不能够这样的。你其实表达不是说你应该这样，你还在指责他。这样我自己先迈出这一步，也许以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去对待我了。这是我想说的，对不起，想道歉的事。OK， 我接受，谢谢。下一题。你有哪些特质是希望对方看到，但却没有被对方发现的？请说出3个。第一，我真的是一个
接受度很强的人。第二点，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独立。像现在情感上、情感需求上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不像1、2前那样子依赖你了。我自己也 OK， 我自己也可以调节，也可以让自己很快乐。第3点的话，我其实真的蛮包容的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细节你不记得了，但是我绝对是包容了许多这件事情上别人可能都不能包容的。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蛮包容的人。你呢？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总说没事没关系，会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很慌，我压力很大，但我总会跟你们说没事。我不是时时刻刻都是真的像你们看到的那个积极阳光的状态的，只是我不说的而已。但其实你没有那么坚强。我没那么坚强。可以这样说，是吧？是我没那么坚强，好吗？第2个点，你总说我看不起你啊，讨厌你啊，怎么样的，但其实我是非常需要你的。这个算吗？他想听到这个话，笑了他。这确实是我没有发现的。他需要被需要，是因为人是感情的嘛。4年多，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给取代的。说白了，现在这个状态。3，其实我没那么自信，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会怕，我怕我拳赛打不过挨揍，我怕我这发的歌又走不起来，我怕你又生气，我怕我经营不好我们家，怕我们家会散。我没那么无所谓的啊，没了你无所谓的啊，这是我很执念的点，其实不是那么没所谓的啊。梁松骨子里其实蛮传统的一个人。我坚持了这么久的东西，我吃了这么多苦的东西，如果那一瞬间没有了 man， 我告诉你，我会比全世界人更崩溃。我不知道我会干一些什么事情。你太小看我对这些东西的执念了。那已经是我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一旦崩塌，没，我可能会黑化。好，还有补充吗？没了。下一题。用我们做主语造3个句子，比如我们都在这间屋子里。这3个句子。我们有3个可爱的宝宝。我们相爱着。我们还有希望的。该你啦。我们不只有你我，我觉得我们还有119和66。我们不只有家庭中因为琐事而产生的争吵，还有更重要的主线任务要去做。我们现在的关系糟糕，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变好的，这是我一直坚信的。下一题。
请对视4分钟，计时开始。谁计时啊？就这么干对视啊？哎，对视的时候可以聊天吗？当然可以啊，你说呀。你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真的很喜欢。对啊，我觉得好爱他哦。又大又亮。抓不过你，怎么那么厉害？对不起。抱一下。哇，你怎么那么凉？这是 passion。哎，你可以拉着我滑呀。可以啊。那我就不动了啊。呜呼！哇哦！哎，这个爽，这个爽，这个爽！哇，原来这就是被关爱的感觉。我真的怕这些虫。能皮吗？可以啊。能皮吗？可以皮是吧？好好好。哎，真的会有感觉，就是 Give me a hand, please。就是在这种地方，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让我们放下这一切。真的很爱。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严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你好像没那么需要我了，我能够感觉得到。感觉你是可以独立的人啊。我感觉你看起来很疲惫，可心疼了，很累。我独立跟我需不需要你，不影响。我依然需要你，但我也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不影响。其实这个家我扛得很累，我一直都很累，很累，很累，比我这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累。因为我都是因为热爱去做的事情，而且我都会越做越好，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越做越好，反而一直得不到改善，所以我就一直很累，一直很小心翼翼，一直很累。从50几年老了很多，你看得到的，老了很多很多。时间到，请原路返回。你把这个披着吧，等下回去路还有点远。为什么返回的时候反而要关灯呢？仪式感，看你真的一点都不懂仪式感。他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更记忆中的更爱，想象中比我印象里的更爱我，更离不开我。但是他爱自己多过爱我，所以在他自己的利益面前，我肯定是排到后面。面对舒适的环境、生活节奏，但是又有一个这么，说白了，我还是觉得他还是不太看得起我，不太把你当我是的伴侣。你应该怎么决定？该不该跳出这个舒适区？你确定现在是舒适区？感觉变陌生了，说实话，就是真的觉得有点变得陌生。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这种是不是有点没什么慌了？想法的这种小女孩，然后比较自闭、比较自卑的一个状态。这几天看起来她自信了很多，确实是有点女人样。其实你还是挺担心他会不会下车不下车。我担心的点就是他不下车的话，那就是说白了你就要种下一颗种子了。哦，就是想离婚的种子。对。
今天这个36问，梁松在车上对着我们的导演说，今天感觉对美颜的感觉很陌生。梁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美颜没有一开始就一直啪啪啪啪跟他吵，我觉得他反而冷静，越冷静的去面对他给他的这一些剑，我觉得他有点怕，不像以前的他。那是因为不在乎呢，还是升华了呢？连着吵了3天，连着哄了3天，然后他们不欢而散。但是今天，美颜是很冷静的，也对，就是很冷静的去面对。就一来还笑嘻嘻的打招呼，他说了那么多更难听的话。美颜也没有发作。我觉得梁松是真的要去学一学怎么说话。我觉得梁松有点分不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我现在对梁松他为什么说这个话我能明白，但是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说？对，他有这词不达意，就是词不达意，就是词不达意，尊重并且感恩我的付出。感恩这个词是不是能换一换？对。他是不是换成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并且你可以看到我对这个家的付出，对，是不是都好听一点？所以我就理解为什么何美颜老是会揪着他的词。梁松啊，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自己有一种天塌下来都是我撑着，我好辛苦，我好累，就真的好像琼瑶阿姨的男主角的那种对白的那种感觉。梁松给我感觉真的很就黑化，以黑化。对，我的天哪，太好笑了。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梁松真的不是恶意的？因为如果他真的恶意，他不会跟何美颜再这样在一块儿。对吧？一定是因为你对他还是有那个爱，是有爱的。我觉得他们是有爱的。对，但是你这个词语真的能不能换一换？他就说他只是小学生吗？我觉得他语文水平也是小学生。美颜的语言上是非常精确，辨析度高，而且他能够挑剔，可以咬文嚼字来挑你的字眼，是，而且对这个敏感。但是他的问题是，他把它当真了，就是他的误用的词，他去会追究。这点让自己吃了很多苦。我觉得梁松他是说实话，而且这个实话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一直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反正梁松真正害怕的后果就是美颜离开他，他也没有离开他，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是可以的。那他图什么呢？就是你要改啊。就是让你知道你错了呀，你不感恩我，你不尊重我，你所以是因为没有效果，所以他一直用这个方式来说吗？对，我好好说不服，我要说狠一点，就是病不好，药要加重就对了。梁松就有几个结，第一个结就是朋友圈的结，第二个结是其实妈妈为家里付出了很多，我相信梁松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一刻他需要美颜认。然后第三个是你别烦我，让我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其实梁松搞到最后就3个诉求，但是美颜就是追着不放，然后这一刻他就讲话越来越加重，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本质上应该再跳出来，当梁松没有遇到美颜前，他想做的事情也是爱做的。这也是他想做的，然后在今天，他只是说，多了这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可能多了一个说法，就是我是为了你，是为了这个家庭，有一点我要去做。我认为啊，他只要对于这个东西的越着急，说的越重，他其实加重美颜的愧疚感就越深。是，意思就是美颜，你能不能消停一下，让我休息休息？对。他们俩的主线任务不一样，或者是2个人的最期待的主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分歧。美颜是哪怕家里没饭吃了，我跟你吃一碗咸菜面，我也觉得爱。然后梁松是说，如果连经济吃饭都吃不起了，还谈什么爱？对，两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对，我觉得梁松在美颜面前有很多的表演成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表演，他知道美颜要什么，而有了这些表演以后，他会好过一点。今天美颜给我感觉我很不安。梁松说完一段话，何美颜就会说，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把梁松那番话稍微带比如说30度的曲解。对，就是有好几次美颜都说，所以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个懒惰的人，我是个撒谎精，所以你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没有付出的，所以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认为梁松在表达那个意思。然后还有是何美颜说，
他们两个人都说希望被对方尊重，希望什么什么样。但是你们去看何美妍的身体姿态，我认为何美妍一开始带有一些表演性质，就是我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然后何美妍是这样的。你认为什么什么？你认为什么？我不认为在一段关系中真的没有被尊重的人，他是会这样表达的。对我也是觉得。所以我今天看这一段，我反而觉得蛮吓人的，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跟我之前看到18天的有很多东西是给打破了，就我有点看不清楚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然后之前梁松一直说只要何美妍开心。就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梁松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话的意思是，梁松的情绪是被何美妍掌握的，就是梁松的发火也好，梁松的放松也好，何美妍是可以去 control 这个事情的。就是何美妍，她觉得你这个词儿有问题，她就开始追，她就开始逼，然后把梁松逼急了。然后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有时候梁松在发大怒的时候，何美妍是有一点点，你怎么生气了？我没说什么，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对的，我觉得其实是何美妍是可以在某一定程度上左右梁松的。所以我说梁松是回应型的。对对对对。今天有一道题目何美妍是自己就说了，我现在就是爱你的，要不要再结婚一次？我还是会结婚的。所以其实美妍的动机极为的清晰。而且他很单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要耽误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对他们就是只能两个人。我可以因为这件事情我都打明牌了，你还不明白吗？我觉得是因为你和你的伴侣是很相爱的，你们互相之间互认为对方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才有了孩子。是啊，孩子是在伴侣之后产生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孩子的依赖性、依恋性是远远高于伴侣的，是会高过伴侣的。我觉得何美妍这个是认知是家庭里面我的伴侣才是陪我走到最后的人。我觉得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你有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和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最大问题。你认为你的伴侣是最重要的，是 OK 的，那你在做父亲、做母亲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替代的事情。那甚至于，美妍都觉得我没想好当母亲的，你让我当了母亲，我还想多谈恋爱呢。那恋爱还没谈够，他们太早有了孩子。对，那对，就有孩子还是可以继续谈恋爱啊，但是梁松没办法，他的肩上的担子太大了。对。就是郑洁，我觉得美妍并不一定想说，我想控制你的情绪是我的一个享受，或者是他的一个主动。对，这不是主动性，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种争吵，一直在 battle 当中，唯一可能美妍就是找到的一点点成就感是说我非常了解能够刺激你的喜怒哀乐。对，他其实在主导这个关系情绪状态吧。但是他就是那个对爱的匮乏感，他自己控制不了。所以你看，在形式上他是矛盾的，就是梁松不解，既然这么痛苦，你说我贬低你，没有尊重你，没有看到你的贡献，无视你，然后不理解你。你还说再来一次还是要结婚，你在干嘛？逻辑上讲不通。美妍她的那个爱的匮乏和对她的爱，她是不可抑制的。她只是说我想办法能够把这个匮乏能够弥补，我就会好一点。所以确实，梁松你刚才说没有被尊重过的人不敢这样，我是觉得梁松是怕他的。因为他确实是可以左右梁松的，可以把梁松逼到一个死角，让他完全失控。然后他本来就词不达意，在愤怒的情况下，他们两个都在那个时刻都会以偏概全，他们实际的关系要更全面。虽然这个爱的热度不对等啊，梁松也是爱他的。他说那个话很妙，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是我最想念，不在你眼前的时候最想念。对，你不在的时候是我心动的时候，在的时候都不心动。我在见不到你的时候。特别心动，特别心动，特别想你。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比如说我在家里面跟我老公，我都是那种，一出来就很想，一出来就是爱你哦，想你哦，就我演吧，不管我说真的假的，就是我认为梁松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什么时候最想那个人？你一定是在见不到他的时候，你最想他。他不是一般的，他是因为他承受不了美妍那么高强度的追杀一样的爱。美妍她就说我以前就独来独往，
是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有了家。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补充一点啊。以前说他告别了广州，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对，他并不是一个说离开了熟悉温暖的地方。即使今天梁松可能有一些非常难听的这个恶劣的这个对待，这个对美妍来说已经是他人生里面的温暖的处境了。他以前他的感受是更差的，他是更加的觉得一无所有。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何美妍在广州的时候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对，这是我的猜想。他对爱有这样强烈的渴求，因为对他来说，爱情就是生命一样的求生状态，说得好。他今天的这个吞下去了这一切，其实是带着一些无奈的。对对对。他最后说，可能他爱自己还是超过我，我还是要再感觉一下。他有锚定一件事情，就是就算他离得开我，他也离不开这个家庭。以前美妍是觉得没有爱我就没有位置，但是现在我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有一个稳定的位置的。所以这一刻他的无奈可能在于我放弃亲密，保有婚姻。我觉得在整个18天里边，这所有嘉宾里边，美妍的成长和改变是最大的，最明显的。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梁松没有理解我，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就已经开始反驳。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真诚。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希望的。特别是美妍，如果这样，而且他也说我独立很重要，他是可以离开的。他觉得他也可以有离开的那种可能性，对吧？他是成长蛮多的。对，美妍现在她咽下了这么多的，就是可能很难原谅的这种话，而且我觉得她也可以是一个开始，有一些自我发展的那个心力，这也是美妍的成长。好，那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一对。我觉得会下车。我是希望他们谁不要下车啊？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美妍能够做到出一个奇招，就是我正因为爱你，我现在要离开一会儿。比如我自己到底能不能独立？也不是说离婚呀。我想美妍是会下车，一个是她非常的爱梁松，梁松说我会一蹶不振，这个首先她心疼嘛，第二个是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如果她不下车，这个对她的生活的震荡太大了。他们在最后对视4分钟的时候，你的眼睛亮亮的，好亮哦，就是好爱好爱哦。这是我想到今天看到一个帖子，你知道吗？说大家恭喜我吧，我把我的恋爱脑给切除了，我以后是无脑爱他了。你懂我，这不就是很像美妍吗？但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互相摸着对方的命门。一个是我知道你离不开我，因为你需要孩子的妈妈；一个是我知道你离不开我，因为你爱我爱得要死。是不是拿着王牌？对，在这儿互相牵制。我觉得他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到18天之后，他们还会吵得这么凶。我看他们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想到就是。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就他们俩经常给我一种责任呢，婚姻的责任呢，为人父母、为人儿女的责任呢。所以我们猜的是怎么猜的？我们最后是，我们大部分都觉得美妍会下去，而你觉得是美妍不要下车，出奇制胜。我也是，我也是。你们两个人对。我跟刘老师。好，我怀疑他还是会下车。不知道他们最终抉择会是怎么样的？彼此冷静以后，就要做出最终的选择了。期待一下吧。再见容易，再见很难，所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拜拜。最终决策开始了，好紧张啊！18天的旅程已经到达终点，现在将由你来决定你们2位的未来。我的心也砰砰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上不上车、下不下车这个事儿，我不确定。纠结。但是我可以做出改变了。哇！马上要下车了，毫不犹豫的。现在过去18天吧，我知道怎么去理解他，怎么去爱他。感性的我，让我觉得我想给我们一个机会。不要想，不要想，应该还是不想。这3年多，我们过得太痛苦了，这个家我扛得很累。我即将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哇，我有一点不敢相信。该做的都做了，没有救命稻草。Come on， 哇，留给你的时间不多啦。他还是一点都没变。我再选择下车，我就真的是个众所周知的孬种。不下呀！哇！
没下。坚持了4年的东西就崩塌了。最终目标是希望跟他能再来一次。他如果不下车怎么办呢？但是理性会告诉你，走到前面可能是一个悬崖。他很害怕。来了，哦，有解法。你好，诗画，我是何炅。哇哦，何老师，何老师，很感谢何老师，真的是懂你，会有共情。我觉得做人还是要理性一点。我什么时候都很有信心的，但是这个 moment 就真的一半一半了，那就看天吧，听天由命了。Oh my god！ 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哪，重获新生啊！12月11日至1月14日期间，上微博用智搜搜索“用智搜看在下人物”观察视频场面，分享微博智搜结果，赢最高666元现金红包。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下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